和表哥一起养猪，净赚800万，可年底分红他却只转给我8万块。短信提示音响起的时候，我正在猪舍里清理粪便，手套上沾满了污渍，我费力的用指关节蹭了一下手机屏幕，看到银行发来的到账提醒8万元，我愣在原地，手里的高压水枪差点掉在地上，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赶紧脱下手套，拿起手机仔细确认，没错，就是8万，后面跟着4个0，我反复数了3遍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。我拨通了表哥刘伟成的电话，声音尽量保持平静。表哥，这8万是不是转错了？电话那头传来麻将碰撞的声音，表哥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。没错，就是8万，怎么了？我的手在发抖，但语气还算克制。我们这2年净利润800多万，就算对半分成，我也该拿400多万。表哥笑了。江晨，你搞清楚，猪破是我的，猪仔是我买的，饲料钱是我出的，就连水电费都是我交的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就是个喂猪的。2年我给你开8万工资，已经是看在姑姑的面子上了。我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。当初说好合伙，我出技术，你出资金，利润5-5分。这2年的养殖方案、一平防控、饲料配比，全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你连猪舍都没进过几次，怎么能叫我是喂猪的？你那破技术值几个钱？没有我的猪舍和资金，你技术能当饭吃？江晨，做人要知足，8万块不少了，够你在城里打半年工了。周围传来几个男人的哄笑声，应该是他的牌友。我还想说什么，但电话已经挂断了。粪水的臭味一阵阵涌进鼻腔，我却感觉不到恶心，只有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。我叫江晨，今年28岁，农村出身，大专读的是畜牧兽医专业。大专3年，我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学生，别人逃课、打游戏、谈恋爱，我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学校那个小型实习牧场里，喂牛、放羊、清理粪道，脏活累活全干。同学们笑我傻。一个专科生学再好能怎样？人家农大本科生都不好找工作。我没反驳，因为我也迷茫过。大2那年寒假，家里出了件大事，我爸在工地上摔伤了腰椎，包工头跑了，医药费全是自家垫的。我妈一个电话打来，哭着说：陈子啊，你能不能先不念了？你妹还上高中，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那晚我在宿舍走廊的尽头蹲了很久，冷风灌进领口，心里却比风还凉。第2天一早，我给辅导员打了电话。方老师，我想休学1年去打工。他听完我的情况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你来我办公室。到了之后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申请表，是国家励志奖学金的那种。你成绩全班第1，本来下学期才评，我现在给你申请提前。另外，学校有个校企合作项目，假期去养殖场实习，包吃住还有补助，我帮你推荐。我眼眶一下就红了。江晨，你是个好苗子，别因为眼前的难处把路走窄了，熬过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靠着那笔奖学金和假期实习的收入，我勉强读完了大专。毕业那天，别的同学都在合影，我一个人坐在牧场的草料堆上，给方老师发了条短信：老师，谢谢您，我会好好混的。他回了我一个笑脸和4个字：踏实做人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这4个字会成为我后来面对所有不公时心里最后一道底线。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大型养殖场干了3年，从最底层的饲养员做起，一路做到了技术主管助理。那3年里，我跟着师傅学到了全套的现代化养殖技术、疫病防控体系、精准营养配比、环境自动化控制，还有最核心的生物安全规程。师傅姓许，是行业里有点名气的老兽医，退休前把毕生经验都交给了我，说我这人踏实，能在这个行业里成事。我没什么大志向，就想靠手艺吃饭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2年前，表哥刘伟成找到我，他在城里做建材生意，发了点小财，据说攒了200多万，想返乡投资。他听说我搞养殖有经验，专门请我吃了顿饭。他拍着我的肩膀，满脸真诚：陈子，你在外面打工1个月才挣7、8千，累死累活没前途，回来跟我合伙养猪，你出技术，我出钱，赚了钱咱俩对半分。我当时犹豫了，不是不想干，而是跟亲戚合伙做生意，但凡涉及到钱，10有8九要扯皮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亲兄弟都能为钱反目。我试探着提了个方案：表哥，要不这样，你给我开工资，我给你管猪场，1个月1万2，我保证把猪养好。那怎么行？那不就成雇佣关系了？我是真想跟你合作，你技术好，我有资金，咱们互补，股份对半，这叫合伙做生意。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讲信用，咱们是亲表兄弟，我还能坑你。他还特意拉来了我二舅做见证，二舅在村里当会计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当着二舅的面，表哥写了份合作协议，大意是刘伟成出资，江晨出技术及日常管理，利润对半分成，期限暂定5年。
没有找律师，就是手写的一张纸，我俩签了字，二舅也签了字作保。我把那张协议拍了照，存进了手机里。现在看来，那一张纸在某些人眼里，连擦屁股都嫌硬。猪场选址在老家的河滩地，离村子2公里，三面环水，通风好，防疫有天然屏障。那片河滩地，我比表哥还熟。小时候放了学，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经常去那里捉鱼摸虾。滩地上长满了芦苇和野草，夏天蚊虫多得能抬人，冬天北风呼啦啦的灌进来，冷得刺骨。记得有一年发大水，河滩地被淹了大半个月，水退了之后留下一层淤泥，臭了好几天。村子里的老人都说那是块烂地，种啥啥不收，养啥啥不成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恰恰是最好的地方。三面环水意味着天然的防疫屏障，通风好意味着氨气不容易积聚，地势高意味着不会被淹。这些条件花钱都买不来。签承包合同那天，村支书老周拿着笔犹豫了半天。伟成，你可想好了，这块地从我当支书起就没人敢碰，你们城里回来的别到时候亏了钱怪村里。表哥笑着签了字。周叔，我请了专业人士，你放心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信任，也有几分期待。我当时心里热了一下，觉得表哥是真心把我当合伙人看的。签完合同当天，表哥带我去县城吃了顿好的，喝了几杯酒，他忽然变得有点感性。陈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养猪吗？城里那几年看着风光，其实累。跟别人合伙做工程，被人骗过，也被人坑过，最后一算账，累死累活，大头全让别人拿走了。我现在就想找个可靠的人，一起做点实在的事。你是我表弟，我信你。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。表哥，你放心，养殖这块我不敢说第一，但肯定给你看好了。那时候我是真的信了，信亲戚之间可以一起发财，信真心可以换来真心。后来的事情证明，真心不一定能换来真心，有时候换来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表哥投了150万，建了3栋标准化猪舍，引进了30头原种母猪，还有一套半自动的料线和水线。从猪场建设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住进了工地的集装箱板房里。场地平整的时候，我拿着图纸跟施工队一点一点核对猪舍的朝向、坡度、粪沟宽度、漏粪板间距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。表哥请的施工队是干民房的，对猪舍一窍不通，我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砌料槽，怎么做排污管道。有一次，因为粪沟坡度差了2个厘米，我让施工队返工，工人骂我事多，我顶着骂声坚持重新做。表哥当时也在场，笑着说：“陈子就是认真，这点好。”猪舍建好了，进猪仔之前要做3次全场消毒和空质检测。我用了整整1周时间，把每一间猪舍、每一条过道、每一个料槽都消杀到位，还采样送检验证消毒效果。表哥嫌我墨迹，说人家别的猪场建好就进猪，哪有这么多讲究？表哥，消毒不到位，以后出问题就是大事。他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第一批仔猪进场那天，我凌晨4点就起来了。可就在那天早上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前女友打来的。她叫苏婉，城里姑娘，我在省城养殖场上班时认识的。她在一家宠物店做美容师，我们谈了将近2年。她性格开朗，长得也好看。我爸妈见过照片，高兴的不行，催着我赶紧定下来。但苏婉一直对我养猪这件事不太满意，她嘴上不说，可每次朋友聚会，有人问起我做什么，她都不太愿意正面回答。有一次，她带我去见她一个闺蜜的老公，那人搞金融的，年薪30多万，开着奔驰，说话自带优越感。饭桌上那男的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养猪的现在环保查得严，小厂子早晚得关，不如来跟我干，跑跑贷款业务，1年也能挣个10几万。”我当时笑着应付过去了，但苏婉的脸色不太好看。后来我跟她说要回老家和表哥合伙养猪，她彻底炸了。江晨，你疯了吧？你好不容易在省城站稳了脚，回那个穷地方养猪，你知不知道我爸妈本来就对你不太满意？你要真回去，咱俩就完了。我想解释，说这是一个机会，说表哥投了100多万，我有技术，能分红。他根本不听，挂了电话，第2天就把我拉黑了。我去他租的房子找他，他隔着防盗门说：“江晨，我不是嫌你穷，我是觉得你没有上进心。你一个大学生回去喂猪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呢。”那扇门关上的声音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分手后，我消沉了整整1个月。我妈知道后叹了口气：“过去的就别想了，好好干你的活。等你有钱了，什么样的找不到？”我没说话，把手机里苏婉的照片一张张删了，只留了1张，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在动物园拍的。她站在羊驼围栏前面，笑得很开心。我举着手机说：“看这边。”她回头的那一刻，阳光正好落在她脸上。留着那张照片，不是还惦记，是想提醒自己，有些东西不是靠祈求就能留住的，你得先让自己值钱。所以那天早上接到苏婉的电话时，我愣住了。
他在那头说：江晨，我听说你那个猪场搞起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拿着手机，听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声音，心里翻了一下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挺好的，忙着呢，回头聊。挂了电话，我蹲在猪舍门口，把手里的烟抽完，然后站起来，穿上工作服，走进了猪舍。那60头小猪正哼哼唧唧的挤成一团，看到我来，有的竖起耳朵，有的在栏边蹭来蹭去。我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最近的一头小猪，它拱了拱我的手掌，痒痒的。猪仔经过长途运输，应激反应大，要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和抗应激药物，每个栏舍提前加温到28度，铺好垫板，防止低温。60头仔猪一头一头搬进栏舍，我亲自检查每一头的精神状态和体表情况，有2头稍微有点拉稀，马上隔离单独调理。头3个月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仔猪阶段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，温度、湿度、通风、密度、饲料过度，哪一样没做到位都可能出大问题。我每天晚上10点查一次栏，凌晨2点再起来查一次，确保猪群没有异常。我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天的数据，采食量、饮水量、体重变化、发病率、用药情况、环境参数。靠着这些数据，我不断优化饲料配方，把料肉比从最初的 2.8 降到了 2.6， 这意味着同样长1斤肉能省1成的饲料成本。表哥偶尔来猪场看看，每次都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，配文奋斗养猪人之类的。有一次他带了几个城里的朋友来参观，猪场门口连消毒垫都没踩，直接穿着皮鞋进猪舍。我跟他说这样有风险，他摆摆手说就这一次没事。我没办法，客人走后，我花了3个小时重新做了全场消杀。第1年出栏1200头，赶上猪价高位，净利润320万。我把账目做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收入支出都列了表格。表哥看到净利润数字的时候眼睛亮了，当天请我在镇上的饭店吃了顿饭，喝了半斤白酒，搂着我说：陈子，跟着哥干错不了。表哥，明年扩大规模，我把母猪群扩到150头，年出栏能翻倍。行，你说了算。第2年，我们把母猪群扩到了200头，配套了人工受精实验室和产房保温系统。与此同时，我从周边散户手里收了一批后备母猪，自己培育种猪，降低了引种成本。为了降低饲料成本，我跑遍了方圆200里的饲料厂，谈判拿到了一个低于市场价的经销商价格。我还在猪舍里试验了一套简易的环境控制系统，用温控开关控制风机和失联。虽然比不上全自动的，但成本只有1/10，效果能顶7-8成。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周边几个小养殖户，大家都很感激。第2年出栏4300头，净利润500万出头。这500万出头的净利润，我算过一笔很细的账，其中有一项是节粮增效带来的。我优化了饲料配方，用部分非常规原料替代了高价的豆粕，同时在饲料里添加了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，提高了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。仅这一项，每头猪的饲料成本就降了40多块钱，4300头猪省下了将近17万。我把这笔钱的去向清清楚楚地记在了第3季度的报表里。表哥拿到报表后看了一眼，随口说了句：陈子，你这饲料配方挺厉害啊，回头把配方给我，我看看能不能再降点成本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个配方是我花了半年时间反复试验才搞出来的，里面有很多关键参数，不光是原料配比，还有不同生长阶段对应的氨基酸水平、钙磷比例，以及添加酶制剂的种类和使用时机。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技术核心中的核心，但我还是把配方给了他，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使用说明。为什么给？因为我相信他是合伙人，是我们这条船上的人，船翻了对他没好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拿到配方后转手就给了一个开饲料厂的朋友，让那朋友照着这个配方做成品料，再低价返销给猪场，中间赚的差价进了他自己的腰包。而猪场账目上显示的是正常采购支出。这件事我是在很久以后才听说的，是一个跑饲料业务的销售跟我喝酒时说漏了嘴。你们那饲料其实就是牵厂代加工的，成本比你买现成的还低不少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以为是正常的供应商合作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我一个事实，从很早开始，表哥就在把我当傻子。2年累计净利润820万，二舅帮我算过账，说这在全县都是数得着的成绩。我等着年底分红，想好了拿到钱先翻修家里的老房子。我妈住了30年的土坯房早就该修了，再给妹妹凑点嫁妆，她明年结婚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总要表示一下。结果等来了8万，不是转账的那一刻我才清醒的。早在半年前我就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。表哥开始频繁的换车，从原来的2手帕萨特换成了全新奥迪 A6L， 后来又添了一辆霸道。他开始在县城买房子，听我妈说一口气买了2套，一套写他儿子的名字，一套写他老婆的名字。他还迷上了打麻将，输赢动辄几万块，有一次牌局上输了12万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我曾委婉的提过，说表哥咱们的利润还没分红，是不是先不要大手大脚花钱？表哥当时说，那些钱我还要投到猪场里，不急分红，先把蛋糕做大。我信了。
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，有一次我爸跟我聊天，说表哥在家族饭桌上说过一句话：江晨那孩子是自己人，给他口饭吃就行，挣大钱还得靠我自己。我爸当时喝着闷酒说：陈子，你还是长个心眼儿吧。我没当回事，现在想想，天底下最了解一个人的，往往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的父亲。电话挂断后，我在猪舍外面坐了很久，那个我待了700多个日夜的地方，每一块砖，每一根管，每一头猪都有我的汗水。可现在我成了外人，一个只配拿8万块钱打发的喂猪的。我想起刚建厂的时候，为了省工钱，我自己支磨打水泥地面，手掌磨出了血泡。大夏天在棚里装风机，中暑晕倒过一次，醒了自己喝了瓶藿香正气水接着干。去年冬天零下10几度，产房保温灯坏了一排，我半夜穿着秋裤冲进去换灯，第二天发烧到40度，还是坚持把早上的料喂完再去看病。这些事表哥都知道，他感动过吗？或许有过那么一瞬间，但在钱面前，感动不值一提。我开始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办？找二舅主持公道。二舅也拿表哥没办法，那张手写的协议没有公证，真要打官司我能赢，但证据呢？表哥完全可以说那8万就是给我的分红，剩下的利润他还要再投入，资金是他出的，账是他做的，我连财务章都没有摸过。打官司需要请律师，收集证据，耗时间，就算赢了，表哥名下有什么？他那几套房车大概率已经转移了。最后我拿到一纸判决书，执行不了等于0。更重要的是，家族里的人会怎么看？他们会说我不识大体，不顾亲戚情面，把表哥逼上绝路。我妈夹在中间难做人，我妹还没出嫁，名声坏了，婆家怎么看？想明白了这些，我反而不愤怒了。愤怒是弱者的武器，而我现在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决定收下这8万，不是认命，是认清了形势。当晚我给表哥发了信息，那8万我收了，谢谢表哥。他回了个 OK 的手势。我把手机扔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看了2个小时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做自己的猪场。8万块，连一栋最简单的猪舍都建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我想到了那个废弃的村办养殖场，那个养殖场在村后的山坳里，90年代建的，已经荒废了7、8年。3栋猪舍只剩框架，屋顶塌了一半，围墙倒了多处，院子里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。唯一的好处是地势高，通风好，3面环山，远离道路和村庄，防疫条件得天独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了村长老孙，老孙正蹲在村委会门口吃面条，听我说要租那个废弃养殖场，面条差点从鼻子里喷出来。你要租那个鬼地方，江晨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那地方连鬼都没有，你能养啥？孙叔，你就说租不租吧。租当然租，那破地方放那儿也没用，你要用，1年给我2万块钱，想租几年租几年，1年1万5，成交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养殖场村委挂账上每年还要交几千块土地使用税，能租出去就是赚的。签完合同，开始了最艰苦的改造阶段。我算了一笔账，场地租金1万5，剩下6万5要干什么？猪舍修缮需要买水泥、砖瓦、木材，最低预算2万，围栏和隔离网至少3000，料槽、饮水器、保温灯这些基本设备，淘二手的大概要5000。第一批猪仔只能进最便宜的土杂猪，20头算1万，预留饲料钱2万，剩下的几千块做应急。这点钱每花1分都要掂量3次。我在废品站淘到了几块二手的漏粪板，每一块都身负重伤，有的缺角，有的断裂，我用水泥自己修补，断裂的用钢筋搭桥重新浇筑，整整干了10天，修出了够用的100多块。保温设备买不起新的，我去建材市场买了几张保温棉和废旧板材，自己动手做了20个保温箱，虽然丑了点，但实测保温效果不比买的差。自动料线不存在的，我买了几辆手推车，每天一车一车地推饲料，从一个栏到另一个栏，一趟就是300多步，每天推30多趟，等于走了10公里。刚开始那几天晚上腿疼的睡不着觉，围墙倒塌的部分我自己搅拌，水泥砂浆一块砖一块砖地砌，我这辈子没干过泥瓦活，砌出来的墙歪歪扭扭，但能挡住野狗和人。最麻烦的是水源，原来的水井已经干涸了，需要从2公里外的山泉引水。我买了300米塑料管，一个人沿着山坡铺管、挖沟、埋管、回填，干了5天。中间有一段要穿过一片碎石地，镐头砸下去，火星四溅，我手上全是血泡，咬牙还是干完了。通水的那一刻，看着清澈的山泉水流进水槽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泪差点下来，不是委屈，是高兴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第一批猪仔是从隔壁县一个散户手里收的，一共20头，300块一头，说是长白杂交，其实就是普通的土杂猪，个头小，品相差，别人看不上。我花了6000块，剩下的钱全买了玉米和豆粕，自己配饲料。进猪的那天，我把每头猪都称了重，打了耳标，记录了初始数据，平均体重15公斤，比正常宰猪的20公斤起步，整整小了1圈。我看着他们，就像看着一群让人心疼的孩子。没事，跟着我，
你们会长大的。从那以后，我过上了近乎隐居的生活，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先巡查猪舍一圈，检查每头猪的精神状态和粪便情况，然后配料、投喂、清理粪便，上午安排疫苗或驱虫，下午做环境消杀和记录数据，晚上10点再查一次栏，给病弱的猪单独加餐。我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，不管多累，当天的记录必须当天完成，什么时间喂了多少料，哪头猪采食量下降，栏舍温湿度多少，消毒用了什么药，全部记在笔记本上。这些数据看起来琐碎，但积累起来就是一个精确的养殖模型，能帮我预判问题，优化方案。吃的方面，我买了10箱方便面和200个鸡蛋，这就是我1个月的口粮。米面油菜都是我妈偷偷送来的，她来了就放在路口，我趁没人的时候去拿。有村民路过看到我这个架势，回去跟人说，老姜家那小子疯了，放着好好的猪场不带，跑到山坳里瞎折腾。传到我妈耳朵里，她终于忍不住打电话骂了我一顿。江晨，你是不是犯浑了？你表哥那边的猪场1个月给你开2万块钱你不干，非要自己搞那个破地方，你知不知道外头人怎么说你的？说你是赌气，是不识好歹。妈，我没赌气。那你在干啥？我在做自己的事。你的事？你那8万块钱能翻出什么浪？你听妈的，去跟你表哥道个歉，他怎么说也是你表哥，还能不让你去上班？我沉默了，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，她不懂这个行业，也不懂我的想法，在她眼里安稳上班比什么都强。但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，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，而是我不想再把自己的心血交到别人手里，让别人随意定价。妈，给我1年时间，1年后如果我做不起来，我就回去安心上班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你从小就倔，拦不住你，但是橙子，你答应妈，别太委屈自己。我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猪舍外面，远远看着村子的方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猪长得慢，但很健康，20头猪无一死亡，也没有出现过大的病症。到了第2个月，平均体重突破了40公斤，体型和毛色都有了明显改善。周边几个懂行的老养殖户来看过，说这猪虽然品相一般，但养得扎实，骨架打开了，后劲足。这得益于我那个精确到克的饲料配方，我在饲料中加入了自制的益生菌发酵液，改善了肠道环境，提高了饲料转化率。这个东西成本很低，算下来一头猪1个月多花不到2块钱，但能提高10%的饲料利用率。我算过，同样的料肉比，我能比别人省下100多块的成本。第3个月，我又从县城牲畜交易市场买了30头仔猪，这次挑的是稍微好一点的3元杂交猪，价格也高了些，400一头。这时候我的猪场存栏量达到了50头。与此同时，我开始筹备自繁自养。我从那批长得最好的土杂母猪里选了5头，去邻村一个养殖户那里借了公猪精液，自己做了人工受精。母本虽然一般，但配上好公猪，生出来的小猪品质会有明显提升。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经济的扩繁方式。5头母猪全部配种成功，预产期在4个月后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平淡的像山坳里的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我的银行卡余额越来越少，但猪栏里的猪越来越多，体重越来越重。按照当时的行情，再有3个月，第一批20头猪就能出栏了。就在我以为一切会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，一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传遍了整个养殖圈。非洲猪瘟在国内爆发了，最初是在北方某省确认了第1例。消息传开后，整个行业炸了锅。我们这里疫区有上千公里，按理说还很远，但行内人都知道，这种病一旦传播开，速度会非常快，防不胜防。我第一时间调整了防疫方案，把生物安全等级提到了最高。对非洲猪瘟的了解，我比大多数养殖户都要深。在省城上班那3年，师傅老许专门带我做过一个非洲猪瘟防控的课题。我们研究过国内外所有公开的疫情案例，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防控体系。这套体系的核心不是治疗，因为根本无药可治，而是阻断，把病毒挡在猪场围墙之外。阻断的关键在于2点，第一是全封闭管理，第2是彻底的消毒。我开始执行最严格的规定。第一，人员管控，我自己不离开猪场，所有物资必须经过消毒才能进入。每次外出采购回来，全身衣物换掉并浸泡消毒，车辆外部全面喷洒消毒剂。采购的物资分类处理，耐高温的用蒸煮消毒，不耐高温的用臭氧熏蒸。生鲜食品也要浸泡消毒后才能进厨房。第2，车辆管理，任何车辆不得靠近猪场围墙，饲料和物资在距离猪场1公里处的缓冲区卸货，由我用小推车转运。送菜送粮的人放下东西就走，不许逗留。第3，防疫消毒，猪舍每周2次带猪消毒，过道和外围每天消毒1次，消毒药轮换使用，防止病毒产生耐药性。我还在猪场入口设置了淋浴间和更衣室，每次进猪舍必须洗澡换工作服，出去再洗1次换回生活服。第4，病原监测，我花了200块钱从网上买了一批非洲猪瘟抗原检测试纸，定期给猪群做鼻拭子和肛拭子采样检测。虽然准确率不是100%，但能起到初步筛查作用。为了让这套措施不流于形式，我给自己定了死规矩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下不为例。有一次，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突然开车来看我，
他把车停在大路上，远远看到我的猪场就想走过来，我隔着围栏挥手让他停下。别过来了，我这搞封闭管理，进不来。老同学一脸惊讶，至于吗？我又没病。不是你有病，是猪怕病。你开车从哪个地方来的？路上有没有经过养殖区？你的车轮胎有没有沾过猪场的泥？这些东西都可能带病毒。老同学摇摇头，扔给我2条烟，转身走了，边走边说：江晨，你现在跟个神经病一样。我笑了笑，把烟用臭氧熏了2个小时才拿进宿舍。这套措施在别人看来可能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过度紧张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在非洲猪瘟面前再怎么严格都不为过。反观表哥那边的猪场，情况让我非常担忧。我有一次去镇上的兽医站买疫苗，碰巧遇到了在表哥猪场干活的饲养员小张。小张跟我诉苦，说表哥的猪场管理混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陈哥，你是不知道，刘老板现在根本不把猪场当回事儿，他请了个技术员，1个月开8000块，啥也不懂，来了就是喝酒打牌，猪生病了也不让我们上报，自己买药瞎治，治不好就偷偷埋掉。防疫呢？防疫门口倒是有个消毒池，但水都干了1个月了，没人管。我们进猪舍连鞋都不换，有时候刘老板带人进来参观，穿着皮鞋就进去了。上个月从外省进了一批新种猪，隔离了3天就合群，拦都拦不住。